就是說我們在看房子啊，那看的可能是2年、3年後的房市，而且它同時要參考經濟面的狀況去弄所以央行我個人認為還是有真功夫的，雖然就被叫出來躺槍，這個房市這個事情，社會住宅什麼有的沒的，居住證是內政部要去處理的事情才對來，第二個租金投報率租金投報率是這樣租金大漲中，對不對？大漲啊各種政策現在都是讓租金大漲的。首先的指標就是租金補助，海量的租金補助導致房東都抬高價錢。第二個的話是現在新的草案即將要修法了，就說什麼租客要續租3年，不得禁止他遷入戶籍，不得禁止他怎樣怎樣，還有漲價漲價1年漲不能超過通膨的指數 2%， 所以大家租約一結束立刻抬高價錢一次抬足3年，然後來出租。現在種種政府政策行為都在導致租價大漲租金大漲，可是房價沒動，因為房價被現在信用管制限制住啊。這表示什麼事情？這表示房東的投報變高投報變高。我真的好想買房子系列。先說結論我認為噴的幾率會是高的因為大家被壓抑太久了，又不是手上沒錢，現在大家都很有錢吧？台股這樣子，我在拍這支影片的時候28000，現在是政策上政府在那邊嚴防死守而已第7波信用管制房地合一 2.0， 只要有鬆綁的苗頭，它就會噴上去了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尖美百貨為什麼會快速隕落，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明年房價會漲嗎？明年房價會不會漲？因為我們現在正在迎來最誇張的台股指數，從台灣島創島以來，現在台股指數最高28000多點。你手上的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我拍完這個片子以後，然后等到剪完真的上了以後都会崩下來之類，我不知道，至少在我拍影片的当下在28000以上。那你手上的股票应该也算很多吧？应该是吧？确實是吧？來請客。結果上次開直播還是有觀眾朋友說賠錢的反正就是半導體電子業的才會漲那其他的行業還是分不到這個油水，因為很奇怪，這樣之後舉國之力都在電子半導體上。好，那這個股票就不是我的專業了，去看會開車的那位好來，那當然賺的時候很爽了但是你是不是也會懷疑還會不會繼續創新高？例如說現在都28000了，我再加把勁，看能不能噴到3萬嘛，對不對？然後都噴到3萬了，要不要再踩個油門35000嘛？還是噴到4萬點去？這個不管是新手還是老江湖，這就打個問號嘛都會觸發一個東西叫什麼落袋為安落袋為安效應。所以一般人心裡會想什麼？要不要落袋為安？確實是很慎重需要考慮的事情股票噴成這個樣子那我到底是不是要出場，還是我部分出場，還是怎樣？現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高點，但我怎麼看都不是低點吧就這樣怎樣的。好，那出場以後，請問這個錢要去哪裡？他才從股票市場出來呢那你要他去哪裡能去哪裡？现在看起来不就是要麼就是國外的股市，他從台股出來，你要他再進台股，那他不要出來就好了要麼就是國外的股市要不然是哪邊房地產房地產蓄水池，不然你要怎樣？你要全部在 all in 或什麼虛擬貨幣嗎？你玩那麼大嗎？你有幾條命所以變成說大家的預期是怎樣？就說這個台股賺到的錢會進來房市，這個大家裡頭也包含央行總裁楊金龍楊先生所以房市會噴現在政府在那邊提高門檻什麼的，也只是讓這個錢晚一點進去而已。所以你要知道，明年房市變好的機會很大。那我要跟你說我自己的判斷就是說明年房市會變好的機會是大的為什麼？首先是資產資產類別的東西大家都漲過一輪了，股票啦基金啦期貨啦黃金啦等等都漲過一輪了。現在就是名為資產的房地產，就是被政府壓着頭叫它不要漲而已，只是要政策上有一點鬆綁的跡象，我跟你說錢就進來了就是大水漫灌進台灣房地產。因為台灣人不是沒有錢只是想不想拿出來而已，這有證據咯，不然不會有這種新聞來。你看輝達宣布入駐市北科，還是叫北四科，都有人念連政府的公文上有人稱市北科，有人稱北四科。他可能住士林他就叫市北科他可能住北投他就說要北四科，不知道
好，隨便輝達只是宣布要去哦，上午宣布，下午士北克的預售被掃蕩一空，一坪100多萬的房子呢，搞得好像去買醬油一樣哦。那再來是台灣人對於房地產的信念哦，央行打房打成這樣，然後大家在那邊幹嘛？在那邊看，一直看到楊總裁說，現在沒有要再祭出新的打房政策，也就是所謂的傳說中的第8波信用管制嘛，沒打下來嘛哦。然後整個房市的狀況冷了一年下來，看起來還好，真的看起來是還好的，價格定在那邊哦，沒有說直接雪崩下。我說我是高雄蛋黃中古哦，就這樣。房地產很複雜哦，很多樣的市場，你不能一句話代表全台灣的房地產。房地產裡頭就有各個縣市有各個區位哦，各個區位裡頭有預售產品，有中古產品，中古裡頭很複雜就對了。但是我所說的是高雄市中古屋哦。就沒有崩啊，哦，那確實是有發生交易量銳減的情況，可是價格嘞，哦，價格就是沒掉。蛋黃區的地方，顯然什麼賣方沒有那麼急嘛，這個又回到了我們之前講的說，在台灣怎樣持有房子的成本太低，所以很多賣方就怎樣哦，現在不好給哦，不好價錢哦，那我就再說，那我就再賣，除非是要賣房子要什麼救兒子救女兒的，這個在今年4月哦，台股血腥7日。川普關稅之下有發生哦，家裡有變故的話，不然你很難是會把房子拿出來便宜賤賣的哦。最後你要知道，經過1年急凍以後，未來會如何哦？那如果我們回顧這1年的房市來判斷未來房市的狀況的話，我會總結成這8個字哦：審慎樂觀，順勢而為。就是我們可以很樂觀的說，未來房市會變好。但還是要謹慎的評估。那你等到遇到機會的時候，能上你就要上，真的是能上就要上，因為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雖然大家嘴巴上都在講房子太貴耶，哦，房價要再低一點，而實際上怎樣？他心裡還是覺得房價會變高，然後希望的是什麼？希望的是房價跌，他們比較好入手，這樣哦，潛在的買方哦，就是這樣啊。那我們也可以觀察到一件事情哦，這個案例很特別，這一定要去追蹤哦。桃園自己做了一個東西叫桃園可負擔住宅要落地了，可負擔住宅哦，這個可負擔住宅，我之前有一集節目有講過，就是說桃園2字頭可以買到捷運宅、可負擔宅哦，蓋了3000戶，它大概的方向是這樣哦，你沒看過的話你去看一下哦，現在有更細節的內容了，我直接講你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它蓋新房子1坪賣你20萬哦，對比那附近市場的均價現在是40萬。是真的有撿到便宜，但是你聽到你不要高潮哦，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明定轉售僅能賣回給市政府哦，那市政府蓋的哦，然後你要賣只能賣回給桃園市政府，並透過信託機制與合約規範回購價格、折舊率等細節，確保房屋回到真正有需求的人手中。這意思是什麼？意思是說，市政府蓋哦，然後你買它便宜賣給你，你之後房子只能賣回給市政府，價格是寫死的。所以就算你住得好好的，結果你的鄰居經過多年的發展，他的房價從40萬1坪變成60萬，不好意思，跟你沒關係，因為你只能夠賣合約上寫的價格，算出來的價格，然後這個價格會是多少？我未看先猜，很可能怎樣，只少不多。你就不是新房子啊，你就有折舊啊，那你還要賣高價。政府怎麼會接受？所以你就怎樣，只能便宜賣回給政府哦，那你就結束了你的這一生啊，就是有地方安身立命啊，然後離開炒房，你就跟政府買便宜，之後也是便宜賣回給市政府。好，那換個角度講，這真的是怎樣？居住正義啊，對不對？酸民最愛講的早買早享受，晚買享折扣。那你不想炒房，你就來買這種房子啊。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案子的成交狀況，來觀察說，到底看空一族講的居住正義是不是真的符合大多數人的心聲？如果是的話，那應該會怎樣？這3000戶要瞬間搶購一空嘛，還要搞到要漏夜排隊抽籤，有的沒的，來決定誰可以買這間房子。然後，這個可負擔宅不能出租哦，不然又要發動海量人頭去排隊。好，那來決定誰可以買這間房子，然後政府的系統會有問題、癱瘓，怎樣，有的沒的。如果沒有的話，就代表說什麼？市場就是怎樣口嫌體正直啊！你一邊罵炒房，然後一邊還是很期待我自己買下來自住的房子賣掉的時候，要讓我可以賺錢。這樣，如果你也對這個房子後續有興趣的話，記得訂閱我頻道，有重大消息更新的進度
劇情比較好看的時候，我會再來拍片分享。我們就來看看哦，這個桃園可負擔宅3000戶哦，這到底是一場居住正義大戲，還是從頭到尾就是一場誤會哦？那最後我想問你，你覺得明年的房市會在從什麼時候開始變熱絡？來，第一，上半年就開始，就過完年哦就開始 ；B 下半年才會開始；C 我覺得會繼續冷下去。哦，對哦，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我剛看那個 YouTube 後台啊，有74%的觀眾朋友都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啊，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哦。那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這樣我拍影片會比現在多很多的成就感。哦，按了嗎？哎，對，就是那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的那個訂閱。哎，對，按下去。哦，好哦，感謝你的訂閱，好人一生平安。那長期觀眾也都知道，想要自產高雄中古屋要找誰？哦，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就加這個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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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小老鼠5個 Go， 你跟我說好友已經超過7000人了哦，那加了以後會一直 po 有潛力的房子，或是現在就已經被低估的房子。那想自產在台北也是有哦，就找101蕭店長哦，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也跟我說有超過2000人加入了哦，都不想加也沒關係，你還可以購買我的 YouTube 頻道會員來支持我，高雄房地產功課就給你抄哦。那會員影片是在比較深入的解讀高雄地區，你根本連功課要怎麼做你都不知道的哦。然後能夠拉抬附近中古屋房價的重大建設跟民間大型投資案啊。會員影片現在我還拍了阿元看房系列影片嘛，就真實認真去看一間房子，然後都不開濾鏡的，就跟你細細的分析說這間房子如果要買，那它自產的劇本是長什麼樣子，它潛力在哪裡，建設在哪裡。高雄真的很棒，自產機會一大堆。最後還是提醒一下，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哦。我们就合法長期自產，配合政府社會住宅，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穩健的實現老了有房也有錢，這個目標才是正途。一起加油吧！在長期自產的路上，我就陪你一起往前走，走到70歲。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哦，講八卦，我講2個事情哦。第一個事情，央行的態度哦；第二個，租金投報率。央行很厲害，對不對？你這樣子通盤看下來哦，假設你站在一個上帝視角來看央行的處置，央行很厲害，對不對？如果到現在沒有第7波信用管制哦，你看現在房價變成什麼樣？如果沒有那邊管第2屋、第3屋哦，沒有那邊管這些有的沒的話，現在房價會變成什麼樣？然後啊，這個景氣好的信號在他們手上的資料，對不對？他是不是先用信用管制去限制住這個房市？那他預防什麼事情？我跟你說，那個大水漫灌進台灣房地產，這央行比你還怕，所以就是這樣子，先做好防守了，還不到要去救的程度。然後那個救，老實說也還好。為什麼？因為不管是預售屋還是中古屋，預售屋就是建商代銷的政治現金大戶，然後中古屋的話就是仲介沒有上街遊行抗議啊。就沒有嘛，對不對？那像之前那個什麼陸客政策相關那個旅遊工會就直接去抗議了這次倒沒有，那表示什麼？表示好像大家還可以撐所以央行下棋也是準，雖然我們對他可能很多意見，什麼卡到換屋主等等的，但是以現在的局面來說，央行棋並沒有下錯，他用信用管制限制住這個房市來阻止什麼？阻止說大水一漫灌進來，到時候再祭出什麼政策來都來不及。明年下半年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是新青安就要結束了然後行政院長卓奎在接受王世堅質詢的時候也直接指出會有新的方式來協助年輕人居住正義購屋這首先是央行的態度，下棋確實是準確實是防範於未然，就先把它設定起來。就是說我們在看房子那大家看的可能是2年3年後的房市，而且它同時要參考經濟面的狀況去弄所以央行我個人認為還是有真功夫的，雖然就被叫出來躺槍，這個房市這個事情，社會住宅什麼有的沒的，居住正義是內政部要去處理的事情才對來，第二個租金投報率租金投報率是這樣租金大漲中，對不對？大漲各種政策現在都是讓租金大漲的。首先的指標就是租金補助，海量的租金補助導致房東都抬高價錢。
第二個的話是現在新的草案即將要修法了，就說什麼租客要續租3年，不得禁止他遷入戶籍，不得禁止他怎樣怎樣，還有漲價，漲價1年漲不能超過通膨的指數2%，所以大家租約一結束立刻抬高價錢，一次抬足3年，然後來出租。現在種種政府政策行為都在導致租價大漲，租金大漲，可是房價沒動，因為房價被現在信用管制限制住啊。這表示什麼事情？這表示房東的投報變高，投報變高。我已經看到美術之星拿出一個目前滿租中還是剩一間有點忘拿出一間就投報率是7%呢，租金投報率是7%的物件拿出來賣呢，還很大很漂亮。我說房間不是房客，還不用800萬呢，對不對？你看看這種物件，請問房市的熱冷跟房價的漲跌跟它什麼關係？這個就是做收租的退休包租公現金就要把它吃掉了，還貸什麼款如果說真的被波及什麼房價腰斬之類，好，我腰斬給你看它現在這個價錢收租有7%，之後會變成什麼？腰斬下去你的取得成本直接除以2嘛，那就變成說它放生出租投報率是14%，你覺得這有可能嗎？14%還沒有到14%，早就被吃掉了。這就是市場中另一個的支撐信心，也就是收租族群，大家租金都越來越高，現在市場租金就在大漲房客要付出的租金越來越多，雖然有政府租金補貼啦，但是租金的價格，你去看租屋的實價登錄，你有報租補的話，政府就會勾稽資料去做租金實價登錄，租金都是越來越高的，可是房價沒動啊，這就造成了房東手上的租金投報率現在是越來越高的狀況，這有點離奇也是很誇張的現象不說了，這個市場後市走向太過明白了，要等的朋友就繼續慢慢等，我要找美術之星去看漂亮的房，漂亮的房子了。拜拜。你最近在找室內裝潢公司嗎？我查到一個有趣的資料講給你聽，就是說民眾在找室內設計公司最討厭遇到的幾個狀況。來，第一個，設計師承包商收款後跑路，對嗎？這確實很糟糕，因為這等於是裝潢蟑螂，這就要打訴訟了。可是房子還是拆在那邊很討厭這樣。不過我知道有一家不會這樣，因為他幾千萬的門市，在家裝潢都是老闆自己買自己裝的，有那個財務的實力。那現場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磚、挑板材的地方大門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話，也兜得了底都還賠得起。第二點是施工不良，日後漏水我都施工了還漏水，這也確實很麻煩，因為都住進去了嘛。那到時候為了要修漏水，可能還影響到鄰居搞得家裡又要變工地。不過我知道有一家不會這樣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託他們去做。那第三點是惡意追加費用，預算嚴重超支，這個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發生在那種跑單幫的設計師就他是先低價報價，然後把案子接進來，然後後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會感覺像被綁架一樣，這個我觀眾也反映過非常多這種情況。不過我知道有一家不會這樣，因為他們就做10幾年了那這個案例上跟那個施工上跟他的售後去看他的 Google 評論評價就知道了。你剛剛看到的畫面全部都是他們家以前施工做過的案例照片，接下來我都放完工後的照片給你看。先說結論台北市、新北市地區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們店在蘆洲，蘆洲開車30-40分鐘之內可以到的地區。那家裡要裝修或者自產的要裝修，就找這一家室內裝修公司先問問看。漢一室內裝修，因為我有認識老闆，那又加上很多雙北的朋友在請我推薦室內設計公司，雙北什麼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預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薦這家漢一室內裝修。漢一陳老闆案件經驗非常豐富，他給我歷年來的施工照片，案場超過100場照片超過27000多張，我都不知道怎麼挑那加這個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傳屋況的照片，初步談一談之後应該就會去丈量了室內設計是這樣就你找誰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騙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薦我信任漢一陳老闆，
那你的房子要裝潢，那就找漢一室內裝修，先叫他們先去問一下。雙北裝潢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買房阿元推薦，總是比在外面亂找還要安全一點。現在就加賴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漢一。